各位善德堂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德。昨天跟善心去上了正音班，非常开心能用新的声音在善德堂文摘再次与您相会。今天想跟大家讨论阶梯与自己之间的关联，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修心议题，它直接指向我们自身最根本的真相。从自己到阶梯，明心见性的究竟旅程，在善德堂的资料库中，自己与阶梯的连接，是通往究竟真理、明心见性的最终旅程。它揭示了我们每个生命最深层的奥秘。万物与我的本源都是自己的显化，而阶梯正是对这自己真面目的呼唤与领悟。为了清晰理解这条究竟之路，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深入探讨。一、自己与我的本质，宇宙大系的自编自导自演资料库阐明。自己是宇宙万法的源头，是心的本来面目，它圆满具足，如不动，是永恒的指态。一切万物、万法、万象都是这个自己为了展现自身而创造出来的，而我们所体验到的我，则是自己无数个分身或体验者之一。这个我存在于意识之中，是自己向外演化分裂而出的产物。资料库用薛定谔的猫来比喻这种意识的波动性，指出我们的生存与生活都依赖于意识的变化，一切都在变，建立有坍塌无的状态中。我们的头脑不断进行对比、类比、选择、判断、决定，这些念相续的思维活动，正是意识的运作，消耗着我们的生命能量。这种意识分别的世界是一个幻化的宇宙，没有真实不变的实体存在。因此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包括人际关系中的冲突、被冤枉的感受，都是自己这部宇宙大戏自编自导自演，自己左手打右手，痛的也是自己。这个我在剧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却常常忘记我是谁，谁是我的根本问题。二、阶梯的究竟内涵，回归自己的呼唤。阶梯这句心经中的给予，在资料库中被直接诠释为自己。它不单纯是佛经的文字，更是指向我们每个人本来面目的真实呼唤。整个心经的给予，阶梯、波罗阶梯、波罗僧阶梯、菩提萨婆诃，包含了从自己到我，再从我回归自己的究竟过程。阶梯其实音近闽南语的自己，直指自己与我，是心经要我们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它代表了如不动的真心状态。波罗阶梯指的是外在的色相法我波动及意识层面的一切显现。婆罗僧阶梯进一步揭示了佛法僧都是自己，一切的表象和修行法门最终都归于自己。菩提萨婆诃最终达到一与一切自己与我合一平等平衡的境界，这就是心中说法无法可说的得法要现自在，这也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圆满成就。因此阶梯是我们从意识的分别相执着法中解脱，回归到心的本来清净圆满无分别的自己的过程。三 Robert Milstead get big city ju hick small force with a reverying。 心是宇宙的本体，是凌空，它是三摩地的指态，如不动，无形无相，变虚空变法界。而意识则是心动而生出的，是三昧性的动态展现，包含了我们所感知的一切精神界与物质界。当意识产生分别执着时，就会产生痛苦和烦恼。连接自己与阶梯的关键，在于将这个由心生出的意识我回归到心。这个回归的过程正是修行。一、放下与平等平衡，这是核心智慧。要放下生命中一切的执着。真正的放下是放下对我的独立感，对法的固执，对相的执着，因为心本来圆满具足。当我们能达到无一法可得的境界，就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进入无余涅槃。这要求我们对万事万物实践平等平衡的态度，接受一切发生，不论好坏对错，因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展现。二、一心不乱的实践，这是一种最根本的修行方法。透过长音圣号的持念，
最大限度地减少头脑神经的运作，让心安住在无念清净中。这不仅能断除黑夜的因缘线，还能产生端粒酶、他叶、先天气等有益物质，转化身心灵能量。当心念专注，不被外境干扰，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就能开启神通，洞悉实相。3. 知行合一的证明。真正的开悟是将知道用实践来证明知道等于存在。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要将所学的真理付诸实践，不断克服习性与习惯，向至善迈进。4. 终极的领悟，回归真面目。当我们透过上述的实践，将意识中所有的分别相、法执、我执消泯，达到无我、无法、无相的境地时，便能以清净如来心回归到自己的真心真相。此时我们将会觉悟心性无二无别，皆是自己创造的一切又回归原处。这就是明心见性的真实意，看见自己的真面目，明白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无有他物。所有宇宙世界众生都只是自己的显化，一切现象都是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宇宙大戏。在这样的境界中，天堂幻消，地狱苦灭，因为所有二元对立的幻象都已消融，我们从有余涅盘乐再次自在，达到无余涅盘宇宙同在，究竟解脱。总结来说，自己连接到接地，是一条从我意识层面的小我回归到自己宇宙本源的真我的究竟之路。这条路需要放下对一切分别与执着，通过专注的实践，如一心不乱念佛、平等平衡的待人处事，以及知行合一的验证，最终才能揭开自身的真面目，达到真正的解脱与自在。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能够让大家更深入的理解并实践做自己的智慧。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明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